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跟大家见面了。本期视频呢，算是给这个之前 LG 这款显示器，开箱做一个填坑吧，也是拖了很长时间。今天呢，跟大家聊聊21:9的显示器和这个我之前用的这个16:9显示器它们的区别啊。这个屏幕的比例之争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之前呢。有这个16:9跟这个16:10的口水战，这个还没有停下呢，又来了这个21:9。21:9的显示器呢，也出来了有几年了吧？随着后面的这个曲面屏的加入呢，也是慢慢深入了大家的生活。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购买。跟这个机械键盘一样啊，前2年萌芽，然后慢慢的进入大家的视野了。这个21:9显示器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想啊，到底自己需不需要？跟这个27寸的16:9的显示器呢，总是纠结啊。也是不少朋友问我。那今天小白就做一个视频，我没有稿啊，我就是根据我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情况呢，跟大家简单聊一下。我只是简单列了一个提纲，中间肯定有这个说的不好的地方啊，大家见谅。今天视频呢，小白会从几个方面这个日常的办公或者应用网上浏览，还有这个游戏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这个电影这个视频观看方面这个几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这2款显示器的区别。OK， 那咱们视频呢正式开始。那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日常的使用，然后还有这个办公方面。那咱们直接来打开一张图片先看一下吧。办公方面呢，大家经常用到一个软件就是这个 PS。我现在把它全屏，在21:9的显示器上呢，这只是一个普通的16:9的这个图片这两边呢有比较大的空隙像我这个平常有这个同学用这个数位板画画使这个 PS。这个两边呢可以放上更多的这个工具栏我相信也有你这个自己应用的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16:9呢，它这个比较窄嘛，这个整个的显示器，所以说上下的视野呢就没有那么宽了。咱们现在把它放到16:9的显示器上，在这个显示器上呢，两边的呢就比较窄了，你就不能放很多的自己想要的这个工具栏了，但是呢，还是有利也有弊它这个上下呢，视野上会好一些。好，那咱们再来看一下日常的这个网页浏览，咱们就打开我的这个频道这样打开来看呢，在这个21:9的显示器上呢，有一些浪费，因为现在主流的这个网页呢，大概都是这么宽，都比较窄但是有一个点呢，它可以双屏浏览，就比较方便了。咱们再打开一个，两边呢也都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网页呢浏览全的这个2个网页呢就是非常方便吧你可以一边看着这个呀，然后一边在做着别的事儿。但是咱们把它移到这个16:9的显示器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全屏观看来说呢，16:9的显示器呢，在这个视野上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双屏的话就差一些了。咱们再打开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左右两边呢都会有一些缺失，大家能看到左右两边呢，都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吧，就没有在这个21:9显示器上来的视野更宽阔这个是日常的这个网页浏览方面。如果大家看图片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你可以一边在编辑着这个图片，然后旁边呢还可以再打开文本，然后进行编辑这样呢也会更方便一些。这个都是21:9显示器给你带来的便利吧。第二方面呢，咱们要聊的是这个文案的展示与编辑，就是纯文本。这个就不能用我这个提纲做案例了。好，用这个。之前在这个参加一个活动的文案，
全屏打开之后呢，我这个打开的是这个 Word 啊，Mac 版的，基本上呢可以4个页面同时打开，在21:9上面，就是非常宽阔啊，编辑也是非常舒服。如果你嫌这个字小呢，把它扩大一点，3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我平时呢都用3个或者是4个啊，在这个写文字的时候，这个图片什么的，每个页之间的调整啊都非常方便，非常直观。把它拉到这个16:9上面呢，基本上就是可以打开2个啊，你如果再打开3个，我看看能不能啊，能打开3个，但是这个字呢都非常小了。而且综合体验来看，还是21:9的，在这个文案编辑上呢，更快捷一些，也更直观一些吧。咱们说完了这个文案编辑呢，咱们再来说这个显示器开箱视频中说的这个，视频编辑，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大家购买21:9显示器，应用最多的地方吧，就是视频编辑。好，咱们把这个最小化。这个打开的呢，就是上一期啊，这个白说咱们那个的工程文件，大家可以看我这个用的软件是这个FCP10，是这个苹果的一个视频剪辑软件。如果大家平常用这个 PR 呢，也是一个道理啊。它的这个轨道呢，视频的这个编辑轨道呢，会非常长，你就减少了来回拉动它的次数，从而呢提高了你的效率，而且呢。你如果要是有别的什么插件呢，也可以同时在这儿比如说我有一个功能是匹配颜色，好，这样呢就是可以同时在上面呢显示2个窗口这2个窗口呢也都不是很小这也是现在目前这个购买这个宽屏显示器最大的一批用户之一吧。就是这个视频编辑人员，我相信这个看视频呢，肯定有这个玩这个视频编辑的知道它的好处。咱们把这个软件放到16:9上面，这个就显得有一些局限了啊。我之前呢一直用这个，然后乍一用上这个21:9的感觉，这个视野真是宽阔了不少。在上面呢，感觉就比较拘谨了，而且你会频繁的拉动，这个下面的编辑轨道也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习惯了呢还好，但是如果你一用上这个21:9的真的就有点这个回不去的感觉。OK， 第2个方面呢，跟大家聊聊这个电影，还有这个视频观看方面。在这儿呢就要再细分2个小方面就是在线视频观看和这个本地视频播放。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在线视频观看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为这个视频网站呢是不兼容这个21:9的，可是后来我这个有点二这个视频网站呢，现在主流的视频网站我都给大家测试过了，基本上呢都是支持21:9的这个显示的。比如说咱们大圣归来原声呢是21:9的显示，然后如果要是在线看的话呢，它也是支持原声21:9的，就是可以满屏播放的。如果要是16:9上来观看，这上面呢就有了这个大家经常用显示器这种上下的黑边比较影响这个观感。如果你这个16:9的显示器用惯了我刚一切换到这个21:9的上面的时候呢，还觉得有点不太自然，没了这个黑边，没那个感觉了，可能是。好，在这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不是很重要，但是呢跟大家说一嘴，就是我这找了一个大圣归来的原声呢，这个很难，就是找了很长时间比较难找一个4K 版的这个大圣归来，就是完全是基本上就是这个20:9，就是跟我这个显示器的比例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清楚，非常漂亮，但是我在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这个网页播放的时候呢，上下有一些黑边，在这个视频上可能都不太明显，但是我这儿看上有一个非常窄的黑边，这可能是跟这个片源啊有一点关系，也跟视频网站有关系，这个咱们就不纠结了，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现在主流的电影比例啊，基本上都是这个2.35:1，都是那个电影院里大家看那个宽屏的，但是那个《寻龙诀》不是啊，这个是电影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普通的综艺节目。好，咱们随便打开一个4大名著。这个现在的综艺节目呢，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电视的比例啊，还没有到宽屏上。在这个16:9的这个显示器上观看呢，就是满屏，非常非常好啊。如果要是切换到21:9呢，那就是同样的黑边，只不过是出现在了两边啊，很是影响观感。大家看一下。这个黑边非常宽，如果你是平常看这个综艺比较多呢，就不太适合你啊，比较影响观感，也叫浪费屏幕的意思。好，说完了这个在线观看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本地观看啊。这个本地观看呢，又有这个2个细分的小节啊。第一个呢，就是国内的片源，第二个呢就是国外的片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啊，这个各种找电影，各种那个看电影的，也是总结下来发现的规律吧。如果要是就拿刚才这个《大圣归来》来说，这是本地的片源，就是咱们国内的啊。国内的话呢，就比较好找这种原声的，就是虽然难找，但是咱们能找得到，就能找得到。就是这些21:9，这个字幕呢是嵌在这个视频里面的。就是大家在这个电影院观看的那种啊，就是比较好找。这边还找了一个老炮的，我这还找了一个老炮的，这个也是720的啊，这是720的，哎，1080的吧？也是就是字幕嵌在里面原声的这种。但是如果要是大家经常看这个国外的电影呢，就有这个一些问题要出现了啊，在这儿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好，咱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这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好，给大家直接放吧。火星救援，大家看我全屏的情况下呢，它还是这个16:9啊，并没有这个把这个4边用上。我这个软件呢有一个强制的功能，把它强制这个拉大的话呢，大家看一下，看，就是它强制的只会把两边拉开，并不会把这个整个视频的扩大，这个跟片源就是有关系的，而且这种片源非常多，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21:9的显示器来看电影，那你就详细听一下这部分啊。好，那咱们这是一种情况啊，就是强制会拉伸两边的，然后这个字幕呢也是后挂的字幕，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国内是不太好找这个，除非你是这个中文配音版本啊，我相信大家这个真正喜欢电影的也不是特别喜欢看这个国语配音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不能那个完全的发挥21:9显示器的作用。好，咱们再来看来第二种。好，第二种情况呢，大家一看跟这个之前那个差不多啊，但是呢，如果要是把它强制拉大的话呢，大家看到屏幕是满屏了，但是字幕没了，你看到没有？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也是跟后挂的这个字幕啊，这个片源是有关系的。现在呢，这个外国的片源呢，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也找到过这个原声的，但是那个都是国语的，要么就是生肉，这个没有字幕啊，不是熟肉好了，这个外国的片源呢，大部分呢就是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这个我找的这个维密的这个高清的视频，也是跟这个网站上一样，上下呢有一些黑边，一点点啊，在这个视频上可能不太明显，可能它这个就是一个稍微比较特殊的这个片源，把它放到这个上面来看呢，就是满屏情况但是下面呢还是有一些黑边，有一点点黑边，在视频上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不少朋友想体验一下这个20:9到底是什么感觉啊？玩游戏啊，还有这个看电影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在这儿小白想了一个歪招就是把这个你现在自己用的这种16:9的显示器，强制的变成21:9比例啊。当然你上下要牺牲一部分这个视频空间。我这个是 Mac 本就不能现场给大家做演示了做了一篇文章，在公众号回复“比例”2个字，在咱们公众号回复“比例”2个字，这个教给你把这个16:9的显示器换成这个21:9的感觉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玩一下看看是什么感觉，看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公众号回复“比例”。OK。这个电影说完了呢，咱们最后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游戏方面我相信大家不止听说过一次了，玩这个撸啊撸呢，这个21:9的显示器会有这个视距的扩大我在那个 B 站上面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就是这个把这个自己的这个16:9的显示器强制改成这个21:9的显示器这样一个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撸啊撸人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B 站呢我都试过了这个主流的什么 A 站、B 站还有什么腾讯什么搜狐什么优酷爱奇艺这种视频，只要是偏远可以，这些视频它都是支持21:9显示的，大家看一下，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你可以回去把这个自己的这个16:9的改一下去试一试这个视野呢也是宽出来了一些。这个是撸啊撸这个21:9显示器的一个原生截屏，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我在这边打开这个在16:9的显示器上。他们是大概是同一位置都是这叫高地吗？我不知道这游戏，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确实是差了非常多的这个视野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算辟一个谣吧，就是买这个27寸的16:9的显示器，跟买29寸的21:9的显示器完全是两码事有的同学以为它这个屏幕大呢，这个视野就会大，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21:9呢是游戏原生呢，它有这个设置，有这个特殊比例的设置所以说呢，在这个21:9的显示器上呢，这个视野呢会宽大一些。就算你个16:9跟那个16:10的显示器，就算接到你们家电视上，你们家电视够大了吧？现在动辄的40-50寸，它视野呢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跟显示器的大小没关系跟这个显示器的比例才有关系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买这个27的，它还是这样的视野；如果你想那个就是视野宽大一些呢，就是换成这种的好了，这个呢是这个游戏这个撸啊撸我这儿呢还找了一些别的也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极品飞车，现在呢不少游戏原生呢它都是支持这个支持21:9的，因为现在都是宽屏时代嘛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想必在这个电脑城里边都看到过这种三屏的这种的16:9的显示器连在一起，然后玩极品飞车确实很爽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你这一个显示器就可以小小的满足一下你这种愿望，这个是魔兽了。现在很多游戏都支持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我有一个同学玩那个战舰那个游戏，也是支持了。看我这还找了什么 DOTA， 对 ，DOTA 原生也是支持21:9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看，这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下河的这个地方，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看这边会明显多出来一块，这个石头在这里，明显会大概多出来一个这个旁边边栏的这个宽度吧，这个都是
我找图片啊，因为我确实是不玩游戏，但是这个全是真的。就是《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呢也是支持21:9的比例的。哎呀，这个情况下我应该先把显示器合上。一般暴雪的游戏呢，这个原声都是支持这个21:9的。咱们现在看的呢是在这个16:9的显示器上，大家看到会有这个黑边，因为它这个是前面的过场动画。游戏里边呢，就是满屏状态啊。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进来了。这个星际争霸呢，它是16:9的。现在，好，那咱们大概记住这个位置啊。这个房子这边这个房子是一半。好，咱们现在退出。进入到游戏里边之后呢，就是支持这个原生的21:9。刚才咱们这群士兵也是在这桥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差不多会有7-8公分吧，大概会延出来7-8公分的距离。这个就看你这个玩的游戏支不支持了。基本上现在比如说什么孤岛危机啊，什么，反正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游戏都是支持啊，因为我玩游戏玩的比较少啊 ，sorry。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句啊，就是这个买这种显示器呢，你不要抱着这个作弊，买这种显示器不要抱着这个作弊的心理啊，就是觉得比这个别人多看一些视野，其实没什么大的影响。据我这个使用这种显示器的朋友说啊，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技术，而且呢，对你影响最大的呢，还是这个视觉的冲击力方面，并不是这个你比别人多看一截，你能多看到他，多打他一下啊，并不是这种。好，咱们这个插上孤岛危机的，大家看，这个是孤岛危机的。哦，对了，我在这个上面之前玩过这个使命召唤。使命召唤现在这种 FPS 游戏呢，也都是支持宽屏的。大家看，在玩游戏方面呢，不得不说21:9的显示器呢，确实是一大利器。这个视觉冲击力方面呢，还有这个沉浸度方面呢，都是非常好的。没有赞助商，咱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短短的10来分钟一期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坚持60秒语音，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幕后花絮也是肯定少不了的。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白测评”，或者直接搜索视频中频繁闪现的2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这等你，期待加入。这个显示器呢，对了，说了半天还没介绍这个今天的这2个主角啊，这个显示器呢是我大2的时候吧，是我1年前一年半之前买的这个显示器当时还是比较贵的啊，是三星的一款，当时是1600多块钱。21:9的显示器呢，我这一款是去年双11的时候购买的做开箱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啊，是3000块钱，不到3000块钱。现在买大概也是这个价格啊。21:9的显示器呢，现在都处在一个高位吧，都是比较贵的。基本上啊，如果要是国际的牌子呢，比如说三星或者是飞利浦的这些的呢都会比较贵。如果要是国内的，比如说这个冠捷 AOC， 然后还有这个惠科的呢，都是比较便宜的。这个那2个我具体没有体验过，所以是不敢跟大家乱说。还有呢，之前呢戴尔呢出过这个比较小的21:9的，就是宽屏的显示器，我是极不建议大家买那个的。如果要是大家想购入一台21:9的显示器，让自己爽一爽啊，最少呢还是买这个我这么大的啊，这个我这个是29寸的啊，2K 的屏幕啊，买这么大的，我想的还差不多一些。如果再小，我在这个商场里体验过那个就非常窄了。
就是如果再小，就是24寸的，那个是24寸的吧，戴尔的21:9的，就非常窄了，就看着很不爽啊。现在呢，很多朋友说这个21:9的显示器啊，调侃啊，说这个99:9才是我们的最终选择，因为这个屏幕越来越宽嘛。其实也不尽然啊，也并不是说这个厂商呢要把这个利益最大化，而是呢，现在这个差异化需求吧，都是千篇一律的这种，确实需要一些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之前咱们提到过的这个人眼的视觉范围呢，它是这个纵向的，它并不是这个它是横向的，并不是纵向的，说错了，也是这个宽屏发展到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群极客总是想追求这个更棒的这个使用体验或者这个游戏体验从而呢进一步催生了这种21:9的显示器。OK，简单总结一下呢，在这个办公还有这个图片编辑、视频编辑，还有这个游戏方面呢，确实是21:9的显示器呢是你的一大利器吧，值得你购买当然它这个价格也确实不太便宜但是在这个电影观看方面呢，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刚才给这个外国的片源呢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并不是呢很好找，而且呢就算你找到了呢，要么就是生肉，然后要么就是也是不太清晰，像这种原生的这种外挂字幕就是自己这个字幕组翻译的是很少，我反正是没碰到过把这个21:9显示器发挥到最好的就是全屏的，我是没碰到过。如果要是经常看这个国内片还是可以的。今天的视频呢也是没有这个怎么写稿只是列了一个提纲，说的比较乱，所以呢大家多多包涵一下。从各个方面给你大概看了一下这两种比例显示器的区别最后再说一句老生常谈，说了好几次了，就是21:9的显示器呢并不是那么的必要，因为它现在呢售价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主流的呢这种16:9的显示器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没有必要急着去换当然如果你想快点体验也确实可以，用上了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好了今天的视频呢这个七七八八就简单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直接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视频呢别忘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我在那儿等你。好了，视频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视频结束，不是，呸，下期视频结束。OK， 是人做测评都不可能绝对客观，我只是把我的真实使用感受告诉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这儿呢这个录个小花絮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家今天看着我这视频就没有这个挂个耳机真是放了大血这个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个这个领夹的这个麦克风是挂在这儿的。之前呢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在这儿也是有一个教训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我买的那个是国产的，是120块钱。我靠，我找一找算了，不知道被我丢哪儿了，就不找了。建议呢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这种话筒方面的不要就是贪便宜我当时觉得这个当时也不是贪便宜，就是不懂这个方面嘛，就是觉得100多块钱就挺贵的了
但是买回来之后还没那个苹果我那个耳机录的那个底噪小，那个底噪呲啦呲啦的，噼啦噼啦的声音。这次呢，大家这个声音听着还不错吧？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这个方面的东西呢，就不要买这个，不要买便宜的。我这个是450块钱，大家听这个声音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声音。如果要是有这个需要呢，就是给你一个教训吧。还有呢，就是这个显示器，这种显示器呢，我咬了一下舌头，真疼。还有呢，这种显示器呢，我最近看了一下售价啊，大概，一般的29寸呢得3000块钱，3000多、4000多都有。如果要是比较大的那种比较土豪一点的那个34寸的34 UC197，就是这个的大款啊，那更贵了，5、6千块钱，6、7千块钱。所以说呢，如果你看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是建议你慎重一下，因为就是觉得它并不是那么你特别需要，真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个影视发烧友啊，或者是这个游戏，这个装备党啊、极客啊，用这种还是挺好的，真的。我买这个当时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为了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确实是方便，用上它之后，给我能提高不少效率，我能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来回拉那个编辑轨道的这个次数，从而提高这个视频效率吧。我想想啊，还有啥事儿？OK，goodbye。我靠，你咬了一下，真疼啊！这个该死的方便面。